这是一把屠龙金剑，乃是金剑庄庄主所有。此剑是真正的削铁如泥，手持此剑者可以一敌十，纵横敌间而不落下风。但是此剑原本属于龙门宫，龙门宫是武侠世界的女儿国，这些男人误入了女儿国，却被女人们视为奴隶，不仅终日在窑洞做苦力，还要被女人们毒打。但凡有想逃走的，就会被丢到万蛇窟中。不知还有没有男人想去？这个男人名叫白玉龙，人如其名，长得玉树临风。白玉龙本是华山派弟子，之所以只身来到苦寒的关外，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。白玉龙的父亲白振东乃是金剑庄的庄主，因为善使一把屠龙金剑，且德高望重，被尊为武林盟主。但是7年前的一个雨夜，却被2名黑人给带走了，从此便杳无音信。江湖中人苦寻多年无果，认为白振东已经遭到不幸，便推举华山派掌门吴晨云继任新任武林盟主。新任吴掌门刚继位，便宣布为白老庄主设坛祭奠，邀请天下豪杰共同追悼英灵。但白玉龙一直有一种直觉，自己的父亲还尚在人间，于是便和师傅立下约定，再给他3年时间寻找父亲。说完便立即启程，不再耽搁，因为中原地区大家已找过。于是白玉龙打算到关外去。这天白玉龙便寻到了关外，在路上遇见了一个小叫花子，跟他打听到附近只一家客栈。白玉龙好心邀请他一起上马，不料小叫花子不肯跟他一起，坚持要自己用脚赶路过去。白玉龙天黑前找到这家客栈，很走运，就剩下最后一间房了。虽是关外客栈，可是客人很多，白玉龙饿了，要先吃点东西。谁知这酒菜才刚上桌，便被邻桌的几个大汉挑衅，但对方几个江湖草莽又岂是名门弟子白玉龙的对手？白玉龙压根就不屑地拔剑，仅凭一双筷子便将这几人打得那叫一个落花流水。对方头领一看根本打不过，便赶紧上前解释说是误会，报上名讳后便邀请白玉龙过来一起喝酒。原来对方叫做赵龙，外号黑煞神，乃是一名镖师。白玉龙也不打算深究，就顺势与对方一起吃起酒来。这时白玉龙看见那名小叫花子也来到了客栈，因为没钱被店家挡在了门外。白玉龙邀请对方进屋吃酒，却再次被小叫花子给拒绝，只好让小二送过去些酒菜。这一次小叫花子没有拒绝。关外的夜晚总是寒冷得很，白玉龙半夜被风声给惊醒，却发现之前那个小叫花子可怜巴巴地缩在墙角，便上前叫对方去屋里取暖。傲娇的小叫花子再次拒绝，白玉龙生气地让他站起来，然后白玉龙将他背了起来，进到屋中后慢慢聊了起来。通过他，白玉龙这才知道黑煞神一伙是专门替贪官污吏往京城里头送银子的，当地人都把他们恨透了。白玉龙本要让小叫花子跟自己一起睡，谁知对方就是不肯上床。白玉龙笑他又不是女孩子，叫花子说自己身上有虱子，白玉龙只好将铺盖给了他，让他睡在火盆旁边取暖。半夜看他缩成一团，又把自己的被子也给了他，自己裹上衣服睡觉。突然楼下传来喧闹，黑煞神的1万两镖银不见了，他们推测是有人卧底偷的。黑煞神等人见下来看热闹的住客中个个衣冠不整，唯有白玉龙穿戴整齐，便认定白玉龙劫走了银票，任他怎么解释也不听，拔出刀便将他给围了起来。这时突然又来了3名黑衣人，此3人一摘下遮挡的面罩，就把黑煞神给镇住了。他们是臭名昭著的3残大盗，来这里要抢那1万两镖银。黑煞神说镖银被白玉龙偷了，但3残大盗不信这个说辞。黑煞神坚持说确实被偷了，一巴掌就掀了过去。都说打人不打脸，这下黑煞神也忍不了了，招呼手下们一起上，但是他们又怎是3残的对手？霎时间便死伤大半。白玉龙不忍，便出言制止，谁知那3残连他也要一起打。白玉龙虽是武艺高超，但3残也不是吃素的，况且对方还是3对1，白玉龙逐渐落入下风。这时小叫花子突然出声喊停，问他们3打1要不要脸。原来他竟是武林高手，果然是一贯的真人不露相啊。小叫花子说票银是他偷的，说10招之内必取3残的狗命。只见小叫花子一对双刀，一个飞刺加后踢落地，再接一个上挑，3残瞬间被结束了性命。让金龙镖局的人不服就到快乐集找自己，快乐集是叫花子驻扎之地，他劫镖银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劫富济贫的侠义之举。白玉龙寻过来找他道谢，谁知那小叫花子竟变成了一个美貌如花的少女。原来小叫花子是丐帮帮主的义女，名字叫魏金凤，
这里的郑佩佩真的是漂亮。年轻的美女总是吸引人的。为了欢迎白玉龙的到来，金凤和丐帮兄弟跳起了舞。这第二天一大早，金龙镖局的尤天霸就带着手下们兴师问罪来了。丐帮众人其实早有准备，镖头被劫了银子，不会就算了。丐帮觉得没伤性命算留脸了，镖头想要他们将镖银还回来，但是丐帮既然抢了就不会还。金凤跳起来让找他算账，手下想要先试试金凤功夫，双方直接就开始大打出手。本以为这金龙镖局总镖头架势拉挺大，会挺厉害，没想到在金凤的手下依然也是过不下10招，被金凤直接给刺死了。其他跟来的小喽啰们也被丐帮给打得仓皇而逃。这边的事情已了，白玉龙便辞行准备到新疆再碰碰运气。丐帮帮主有意撮合他和金凤，便让金凤陪他一起前往。两人又花了1年的时间，上天入地，巡山问水。白玉龙为人子，真是孝心可嘉。最后，白玉龙父亲没找到，倒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。白玉龙和金凤两人日久生情，在双方长辈见证下拜堂成亲。但白玉龙免不了因为父亲的失踪而一直愁眉不展。没想到这事情迎来转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彭总管就将两人叫到了大厅。原来是他们在礼品中发现了个很可疑的铁箱子，没人知道这箱子是谁送来的。白玉龙上前将铁锁给扭断，玉龙和金凤合力将箱子打开，没想到里面竟还是箱子，反复5、6次依然如此。当武林中的众前辈都赶到时，发现里面竟放着白老庄主的屠龙金剑。屠龙金剑传说能削铁如泥，冯总管确定这把剑是真的。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10年前那2名黑人再次出现。管家嘱咐少庄主一定要当心，白玉龙却是救父心切。管家招呼大家赶紧一起过去，这次他们是要将白玉龙给带走。金剑山庄众人一起围上他们，也依然不是对方两人的对手。白玉龙和魏金凤两人联手，也丝毫奈何不了对方。最后，白玉龙被2人强行带走。这时，彭总管终于明白了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们就是传说中龙门宫的人。相传龙门宫全都是龙姓女子，且个个武艺高强，但没人真正见到过龙门宫。彭总管之所以知道龙门宫，因为他是从龙门宫逃出来的。原来彭总管是用了易容术，他就是江湖中销声匿迹30年的圣剑手陆威。当年他去龙门宫学习新剑法，但是需要通过龙门宫的考验，如果输了需要终身做苦役。但是陆威没有知难而退，给他机会，但是他没有珍惜，他的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，被关进苦宫营，受尽了折磨。眼看着同伴们被丢进万蛇窟，自己同样也差点命丧蛇腹，但也没打消他逃跑的念头。他终于发现逃跑的路径，历尽千辛万苦爬出了谷外。恰好当时白庄主是龙门家婿，但龙门宫留女不留男，他不忍心儿子受此残忍毒刑。白老庄主从龙门宫逃了出去，途中把陆威也一起救了出来。得知此事后，金凤担心白玉龙，便求着陆威带自己前往龙门宫救白玉龙。白玉龙被带到了一处宫殿，里面4处都有机关把守。此时殿内出来一群黑衣人，头领让人把白玉龙给松开。白玉龙立即对他们动起手，一时失手扯下女子的面纱，但是玉龙对上他毫无胜算。头领对他讲述了他的来历，原来他们本都是龙门宫的人，他爹因为巧合救下了他娘，然后就成了龙门宫公主家婿。现在白玉龙扯下了女子面纱，按照规矩，白玉龙得娶了她。白玉龙说已经娶妻不愿意，但是龙门宫可是不太正常，这明摆着的不娶也得娶。白玉龙只好假意迎合他，半路点了对方的穴道，然后骑马逃回金剑山庄。而金凤则刚好与白玉龙岔开，跟着陆威快速赶往龙门宫。2人到达山脚下，马上不去，只能弃马步行继续前往。天色已晚，2人决定休息。陆威听到龙门号角之声，吓破了胆，仓皇间逃跑了。金凤为了救玉龙，继续前行。他只身闯进了龙门宫中，被龙门宫公主给打伤。白玉龙的逃跑惹怒了龙门宫，他们将陆威绑回了金剑庄，逼迫白玉龙跟他们回去。这事儿搁谁也不愿意去啊。那好办，就拿陆威立威吧。白玉龙觉得龙门宫太残忍，但龙门宫仗着武功高横行，白玉龙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人，将龙门宫的人给打退，然后就将白玉龙给劫走了。原来此人正是龙门宫公主，也就是白玉龙的亲生母亲。公主也不满龙门宫的宫规，但即便她是龙门宫公主，也还是要被宫规所束缚。
而废除宫规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用公主的血染遍石碑。为了自己儿子以后的幸福，公主心甘情愿，愿意这样做。最终，公主在石碑之上自尽，废除掉了龙门宫重女轻男、惨无人道、不合情理的宫规。《龙门金剑》于1969年上映，是由邵氏兄弟公司出品，罗维执导的动作电影。山外有山的女侠客，天外有天的武功境界，不见真身的世外桃源龙门宫，纯真的龙门宫女，充满怨念的偏激宫规。如果给龙门宫一个强大的反派，会更适合拍成商业武侠电影。这部电影更像艺术片，更让人纯粹忘返。好了，本期故事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